2024年2月1日上午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，被告人姜文华故意杀人案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姜文华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对被告人姜文华限制减刑。大学教师杀书记案一审判死缓，这事儿当年也很轰动的。2024年2月1日上午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姜文华故意杀人案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姜文华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对被告人姜文华限制减刑。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姜文华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担任聘任制青年研究员期间，因工作不顺而迁怒于学院党委书记王某某，并事先购买刀具伺机报复。这个学院大概是这样，非升即走，他可能是没有升职机会，只能走，心里不平衡，然后开始买刀具。2021年6月7日下午，姜文华携带事先准备的尖刀进入被害人王某某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，持刀刺切王某的颈部及躯干等数处10刀，致王当场死亡，就是刺完之后还拉一下。作案后，姜文华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，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。经鉴定，姜文华患有复发性抑郁障碍，在本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被告人姜文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一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姜文华系预谋作案，其作案手段残忍，后果严重，依法应从严惩处。综合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及自首等情节，依法作出上述判决。一审判死缓2年，如果2年之内他能争取减刑，有可能减成无期。不过刚才提到对被告姜文华限制减刑，如果限制减刑，应该就是不给他减，2年之后就执行了。此外呢，他还患有复发性抑郁障碍。有朋友会问，他明明没自首，是别人打电话报警，他在现场，为什么会提到自首情节呢？答案就是他不跑，别人报警，这也算自首情节的一部分，所以没有判死刑立即执行，缓刑2年嘛。这事儿提示我们什么？能干就干，这不过就是一份工作，不能干咱就走。有人说不行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看他前半辈子就努力干这事儿，结果没上去，然后就想杀领导。没上去有可能是你能耐不行，杀领导就是你不对。而且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学数学的人应该很聪明，比较理智才对。杀人是最不理智的一个选择，你何必呢？祸害2个家庭。如果不给他减刑的话，那2年之后我们将听到他被执行的消息。这就是前车之鉴。我还是那态度，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